第96章私奔骂。腊月28，我在家里憋得受不了了，主要是农村里的相亲的事儿，搞得我特别难受。自打我回来的当天，我老爸和老妈就打着灯笼火把满世界的给我找对象，这个什么老师的女儿，那个什么医生的闺女，反正让我不得有片刻的安生。关键尴尬的地方在于，我配合父母答应和人家相亲，多数时候我是受害者，因为别人一问我干什么工作，有没有正式编制一类的云，我基本上就要被鄙视的。让我恶心到的是，我们邻村的一个女孩，在我们乡卫生院上班，长相一般。我们见面之后，她问我在哪里上班，我说在深圳，她直接就对，那就是打工喽。我听说你上过大学，我们谈朋友的话，你能不能回来考编制？我一下就心情不好了，我说回来考编制可以，但是我也不保证自己一定能考得上啊。然后那女孩就翻白眼，我肯定不会跟一个老百姓处朋友啊，这完全就处不了啊，强扭在一起，结婚以后也是大问题，我直接就吐了。我心想，姑娘，你他妈跟我相亲的时候，你老爹还在粪坑里挑大粪呢，你还鄙视老百姓了。再说了，乡镇卫生院的护士，那不就是个临时工吗？我觉得这事儿刷新了我的底线了。回去之后，我就跟爸妈有了第一次争执，我妈态度很坚决，她道，你过年了就24岁了，王二狗的娃都抱上了，你还一个人耍单，你要记住，咱们家这条件得早找对象，要不然等你年龄大了，哪里还能找得到合适的对象？我很想跟他们讲，说我在深圳上班，我找个家里的对象，两口子天各一方的住着，这种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有幸福可言吗？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和二老肯定讲不通，他们不会听我讲这些呢。我老妈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她看出了我的不高兴，她忽然道，小兵，你不是说在东莞找了一个女朋友吗？怎么过年就不能带回来给爸妈看看？我无言以对了。我和宋果交往的时候，父母是知道的，因为那几年我没有怎么寄钱回来，其实家里想盖个厨房的事情早就有盘算，就是缺钱。我去年回来的时候说漏了嘴，说自己没有省到多少钱，主要在外面交女朋友花费大。然后我给宋果打电话的时候，还特意让他跟我妈说了几句话呢。我没有想到老妈对这事儿早就上心了，现在问我呢，我不好解释这事儿。我倘若说宋果把我甩了，老妈问我原因，我说她嫌我没钱，那我之前给家里2万块钱，又还在深圳买房，这钱是什么来路？我倘若说自己甩了宋果，那更要坏大事。我的父母都是农村老实人，我跟人家女孩子在一起了，确定了关系，人家跟了我，我怎么能因为赚了几个小钱就把人家给甩了呢？我估计我爸一发火，我在家年夜饭都不用吃了。最后我编了一个分手的理由，我说宋果的父母那边不同意，然后我妈和我爸就沉默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我爸竟然抹了一把泪跟我讲，兵娃子，是爸妈拖了你的后腿，是爸妈没用。我一把抓住爸的手，当时我眼泪一下就飙出来了。我想我的父母把他们的一切都付出给我了，我却没有给他们任何回报，而现在他们竟然反过来向我表达歉意和愧疚。这个世界上可能也只有父母才能对我如此宠溺，如此无私了吧？爸妈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找媳妇第一条，那就得合咱们一家人的脾胃，要不然我找个大小姐回来，爸妈你们受委屈，我自己也要受委屈，又何必呢？所以那种事儿我肯定不会干。你儿子现在要学历有学历，要工作有工作，要钱有钱，我就不信还找不到一个让你二老满意的儿媳妇了。我小心翼翼地安慰他们，两老的心情才稍微好一点，而我的心情却是更难受了，因为我又想到了苏雪娇，如果我跟苏雪娇好了，我刚才对爸妈的承诺就必然成屁话了。我心情实在是堵得慌，便跟他们道，爸，我去县城一趟，回来之后一些同学我还没有见过呢，今天聚会我不能不去啊。老两口对我去县城大力支持，因为我去县城试见同学，说不定同学见面了就能擦出一点火花来。他们可知道我好几个女同学都在县城工作呢，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所谓同学聚会早就过了。以前我比较喜欢这种聚会，但是现在我选择回避了。走入社会的人，沾染了社会的浮躁，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纯真了。同学聚会越来越像是炫耀会、显摆会了，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气氛了。我想着过年这么多天，就待在家里陪着两老，跟他们说说话，帮他们干点活儿，尤其是除夕之前，帮老妈烧腊肉、洗腊肉，整点过年的气氛出来。奈何老两口要折腾啊，我被逼无奈，只能选择逃离。我进了县城，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去，又不想打扰在县城里任何一位朋友或者同学，我就一个人找了一个茶楼坐得无聊。我跟高燕去了一个电话，问他公司的情况，然后聊了一会儿天。我想着他一个人在深圳过年肯定很无聊，但是又不好怎么表示，便跟他讲，说过年之后给他带湖南的腊肉和酱板鸭过去。他问我家里的情况如何，我说家里比想象的要难，主要是相亲的事儿，并且把那个恶心到吐的相亲经历给他分享。高燕在电话那头捂着肚子笑道，陈斌，我觉得你回去斯文了很多，按照你在深圳的尿性，就该抓一把钱直接撒他脸上，
是不是应该是这个节奏？我说还是钱赚少了，如果真的发了大财，我可能还真用这招。我把高燕逗得比较高兴了，自己的心情也好了一些。结束了这个电话，我想着时间可能差不多了，我准备结账去外面随便逛逛好回家。恰在这个时候，我收到了苏雪娇的信息，她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县城，她让我去我们县最好的国际酒店。我打了个车过去，找到她给我的房号，我敲门，开门的正是苏雪娇。我问她什么情况啊？腊月28还在国际开房。苏雪娇一句话不说，直接把门关上，然后扑到了我身上吻我。酣畅之后，我点了一支烟，苏雪娇偎在我怀里说话，我感觉她的心情也糟糕，问她原因，感情也是跟我一样的情况，天天被家里逼着相亲。她唯一和我不同的是，那些男的对她太上心，上心到见面就想跟她开房。她也说了几个很刷新底线的相亲对象，比如某老师、某基层公务员。其实说句实话，在内地的这些老师和公务员，对我们这些男漂来说，就如同生在象牙塔里面的人一般，我们生活和认知都不在同一个世界中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共同语言的。而苏雪娇说的最有趣的一件事，还是她的父母也专门郑重跟她谈话，让她不要和我搞在一起。她父母的理由很简单，那就是他们闺女现在既然挣了大钱，何必要跟我这么一个穷酸搞在一起，还说我父母傲气得很，我们要成家了，苏雪娇没日子过。我听了之后觉得她父母说的一点没错，因为我不能用年轻人的思想要求老一辈人，我的父母肯定站在我这一边，他的父母肯定站在他那一边，他们都是对的，错的只可能是我和苏雪娇。我们谈了一会儿，苏雪娇忽然道，陈斌，要不我们私奔？私奔？不要搞得我们像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样，没那么夸张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说私奔，我们奔到哪里去呢？苏雪娇说奔到贵州可不可以？我说去贵州找郑小军嘛，哪里是世外桃源，你去不去嘛？正月初一我们就出发。我摇头道，我去那边干什么？我初5就要赶到深圳上班呢。苏雪娇不再坚持了，她抱着我道，那今晚我们就留在这里，明天再回去好不好？那一夜我们去了房间的很多地方，